之前所讲的这些就是脂肪的一个要点，那么更多的是我们通过对模特的观察，对于模特的表现，在画的过程当中，你去看去观察，不同含量的脂肪对人体的外形上的影响。下面呢，我先画一个脂肪比较正常的人体，比正常稍微多一点的吧，先画一个轮廓剪影。这个程度的体型肯定不算是特别肥胖哈，肯定不算是过度肥胖的。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和解剖相关的这个造型外形。从这个呢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模特她并不是特别的胖，然后在大腿根部、腹部、腰部这个位置会更宽一些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脂肪堆积更多一些。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，只不过呢它的女性特征更加明显，也就是它堆积的脂肪造型更加明显。OK， 差不多啊，咱们就勾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人形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再画一个胖的啊，这个胖的对比一下看一下啊，通过这个脸的形状就能感觉到它和前一个不一样。这个位置是肩头，这个位置呢是肱三头肌，在肱三头肌的后边这里啊，特别容易堆积。这个地方胖的已经没有肱二头肌的形状了。这些褶其实跟肌肉和骨骼就没什么关系了，纯纯的是脂肪的堆积形成的。你胖到一定程度，这个线条都没有那么均匀了。你胖到一定程度，解剖结构已经非常的不明显了。那只有在脚和小腿、手和前臂以及额顶、颅顶这个位置呢，还能够保留一些咱们平时讲的解剖结构啊，人体的基本的结构。但是在其他的部位，就是脂肪堆积的特别多的地方，那它就形成了这种特征。画人体的时候呢，这个脂肪堆积的也好画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堆出来的一层一层的，它要叠在一起，形成这种挤压的褶。那么它一般是从后边向前，然后向下倾斜，这样的规律。然后肚子这里容易堆成这样。